如何拿到这令牌？我们乃道海仙姑弟子，你们说我们是如何拿到这令牌的？道海仙姑弟子很是不耐烦地回道，在他们看来，既然已经亮出真身，对方就只有惧怕他们的份。当然，现在有求于对方，他们也不会太过难为这些飞花斋的弟子，但总归还是因先前这些人给予自己的羞辱而心生怨念的。这股怨念当然还是要找地方发泄出来，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便是他们发泄的方式。可谁曾想，那飞花斋的弟子却是忽然一阵大笑，他们并未表现出真正的恐惧，反而笑声极为嘲讽。一群丑陋的怪物也敢说是道海仙姑的弟子？天下间谁不知道道海仙姑弟子个个貌美如花，皆是倾国倾城的仙女，岂是你们这群怪物能够冒充的了的？滚，赶紧滚出去，再不滚就宰了你们！嘲讽的大笑过后，飞花斋弟子很是愤怒地吼道，大胆，你们这群蠢东西，连我道海的令牌都不认得，你们没有资格与我们说话，去将你们的掌教叫过来。道海仙姑弟子们气得咬牙切齿，若是修为尚在，他们此时早就出手狠狠教训这些飞花斋的弟子了，居然还想见我们掌教，你们这群妖物可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当我们飞花斋是什么地方了？就在此时，又有一大批弟子从飞花斋的大门内走了出来，这群弟子浩浩荡荡，气势不凡，远非那些看门弟子可比，而其中为首的乃是一名长相英俊的男子。这名男子无论是衣着还是气势都是极为出众，莫说看门弟子，哪怕是其身后的弟子皆是不凡之辈，但在其衬托之下也是变得平庸起来。所谓人中之龙，想必就是如此了。而他乃是飞花斋掌教闭门弟子之一，名为陈岩。陈岩，是我是宋菲菲。看到陈岩出来，道海仙姑众弟子激动异常，尤其那名之前与楚风有冲突的女子，更是高声呼喊，一边呼喊还一边招手，那兴高采烈的模样，就像是蜜蜂见到了花一般。飞花斋掌教与道海仙姑有所来往，为了讨好道海仙姑，飞花斋弟子们更是对道海仙姑女弟子们不停的献殷勤。虽说道海仙姑大多女弟子都对飞花斋弟子的殷勤不为所动，可是这宋菲菲却是被这名为陈岩的男子所感动。他们二人的关系早就不同寻常，大有成为眷侣之势。当见到这陈岩的时候，他就如同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在他眼中，这可是未来的夫婿。如此危难时刻能见到未来夫婿，那种心情自然高兴，甚至欣喜若狂之下，他更是向陈岩狂奔去，想要扑入陈岩的怀中。可谁曾想，那宋菲菲还未来到陈岩近前，便被一道耳光掀翻在地，而那出手打翻宋菲菲的正是陈岩。去你妈的，竟敢冒充宋菲菲，哪来的一群不知死活的妖物？来人，把他们抓起来，全部都抓起来，送到炼丹阁，全部炼丹用。记住，必须用最残忍的方式，我要让他们后悔来我飞花斋捣乱，让他们做鬼也对我飞花斋心生惧意。那陈岩很是愤怒的大吼开来，他根本就不相信眼前这些怪物会是道海的那些仙子，更不相信那丑陋的怪物会是宋菲菲。而听闻陈岩居然想将他们活活炼化致死，这些道海仙姑的弟子也是慌了，这就想要解释清楚，毕竟他们与飞花斋很多往来，就算这道海令牌他们不认，可提起过往，他们总会相信的。可是下一刻，数道带着符文的麻袋飞落而下，竟将他们分别套在了其中。那可不是寻常的麻袋，而是一种特殊的束缚宝物，被这宝物套住，莫说无法动弹，更是连半个字都无法说出。这一下，道海仙姑众弟子就算想解释也是没机会了。一群恶心的东西，真是脏了老子的眼，看了他们的样子，老子晚上睡觉都会做梦。陈岩再度开口，原来用特殊袋子将道海仙姑众弟子套起来的也是这陈岩，但是他并无特殊用意，只是单纯的不想再看到道海仙姑众弟子的脸，仅此而已。陈师兄，这里还有一个人呢。有人指着那仍在昏迷的楚风说道，与妖物同伙也不是什么好人，一起炼掉。陈岩说完此话便转身离开，而那些弟子们也是赶忙照做，将楚风以及王玉贤等人全部带到了飞花斋的炼丹阁。炼丹阁几乎每个势力都有，可是这飞花斋的炼丹阁却是有些不同，这里守卫森严，那守护结界宛如守护禁地一般，没有特殊的令牌根本进不来。而这里面不仅有天才地宝，还有许多活生生的生灵，凶兽数不胜数，就连具有灵智的妖物更是极多，甚至还有小孩子，来自人族的小孩子，大的几岁，小的甚至还是婴儿。那些小孩子每日会被强行灌入腹中特殊的药水，之后他们会与妖物以及天才地宝一起被炼化，被炼制成特殊的丹药。飞花斋此举哪里是名门正派，分明就是魔教所为。至于楚风等人被直接归类到了妖物分类之中，这些弟子还特意向炼丹长老交代，要用最痛苦的方法将楚风等人炼化致死，能不能有所收获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楚风等人痛苦而死。这可将道海仙姑这些弟子吓坏了，本来是求助的，谁曾想竟然将要面临惨死的局面，这是在此之前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事。而令人意外的是，没过多久，那陈岩竟也来到了这炼丹阁之中。听到陈岩来到，道海仙姑众弟子虽心有怒火，可却也燃起了一丝希望，都纷纷以为是那陈岩发觉事情不对，觉得自己先前鲁莽了，此次回来很可能是想要与道海仙姑众弟子问个清楚，重新确认身份的。但很快他们发现他们想多了，陈岩根本不是重新确认他们身份的，而是害怕那些弟子交代的话，此处的炼丹长老不放在心上，所以他亲自来嘱咐，要让楚风与道海仙姑众弟子痛苦而亡。别看这里的人是长老，陈岩只是弟子，可毕竟他是掌教的闭门弟子，所以哪怕这些长老对陈岩是恭恭敬敬，就连负责这里的掌事长老都是亲自出来亲自招待陈岩。由此可见，陈岩在飞花斋的身份乃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些妖物真是胆大包天，居然敢冒充道海仙姑的弟子，并且还冒充宋菲菲，的确该惩罚。陈岩你放心，我会让他们临死之前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痛不欲生，这种事情我可是极其擅长的。负责此处的掌事长老似乎与陈岩关系不错，说话的语气也没那么多客套，反而像是朋友交谈。于是保证过此事后，他又说道，陈岩，你为何就对那宋菲菲情有独钟？谁人不知道海仙姑的弟子最美的
乃是王玉贤啊！你该不会是忌惮你的那位大师兄，所以才不敢打王玉贤的念头吧？话到此处，掌事长老看向陈岩的目光变得微眯起来。大师兄乃我师尊最器重的弟子不假，但我陈岩还真就不怕他，平时对他恭敬，只是看在师尊的面子上。陈岩不屑地说道：那是，那赵玄和只是拜入宗门较早，若论天赋根本不如你，你超越他是迟早的事。这件事上我可是非常看好你的，只是既然你也不惧怕他，为何不将目标放在王玉贤身上？难道王玉贤不是你的菜？那掌事长老再度问道。王玉贤那个丫头当真如仙女下凡，你若亲眼看到就会感叹，天下间怎会有如此女子？那样的女子简直不染凡尘烟火，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仙子，哪有男人会不喜欢的？不过那丫头可不好得手，正因如此，我也不接，因为赵玄和根本没戏，所以我先拿她的师姐们练练手。宋菲菲只是我目标之一，除了宋菲菲外，我的目标还有多人，待得我将这些女子全部搞到手，全部玩个遍，再去搞那王玉贤，岂不是美哉？我陈岩就是喜欢将最美味的留到最后，这样才有期待。陈岩话到此处，嘴角露出邪恶笑容。陈岩，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你果然是心有大志，不错不错。那掌事长老也是邪恶的笑了起来，只是他们这番对话落入宋菲菲以及道海仙姑众弟子耳中，可就是气得心肝脾肾肺都快要炸裂了。他们之前本以为飞花斋这些弟子对他们好都是发自内心的，可现在才知道他们一个个的竟然如此邪恶，尤其是宋菲菲，虽说他并没有和这陈岩有肌肤之亲，可毕竟已经动了心，想到自己居然对这种禽兽动了心，他真是恨不得狠狠地抽自己几个巴掌。陈岩与这掌事长老又闲聊了几句便离开了，而这掌事长老则是去筹备折磨楚风等人的阵法，但却也并未一直筹备，而是到了夜晚就离开了。原来飞花斋是一个非常浪荡的势力，他们不会像别的势力一样没日没夜的工作，该休息的时候还是会休息，而夜晚就是他们休息的时间。到了晚上，这炼丹阁就会大门紧闭封锁起来，所有炼丹长老也都会休息。当阵法停止运转，这炼丹阁内便只剩下了哭喊声与惨叫声，无论是妖物还是人族孩子，都是哭得撕心裂肺。他们恐惧，可白天根本不敢哭，那种伤心的情绪只得在晚上发泄出来，所以到了夜晚，这炼丹阁比白天还可怕，那凄惨的哭声宛如地狱之中惨遭折磨的亡魂。这种情形下，就连平日里高高在上的道海仙姑众弟子也是失声痛哭起来。虽说他们被那麻袋困住，无法发声，可外面的声音他们却能够听得清楚。本来还觉得若是能够解释清楚就可以离开，但现在他们已经发现了飞花斋不可见人的一面，他们知道除非有人救他们，否则他们不可能逃脱了。就算飞花斋知道他们是道海仙姑的弟子，为了杀人灭口，也绝对不会放他们离开。可是谁会来救他们呢？无论怎么想，他们都是难逃一死。可突然间，那困住王玉贤等人的符咒麻袋都被解开。对于突如其来的一幕，王玉贤等人也都是一愣，可定睛一看，他们更是感到意外。原来那帮他们解开麻袋的，竟是楚风。此时的楚风虽然脸色依旧惨白，气息依旧虚弱，可比之白天之时已是好了数倍。楚风此时的状态可比他们要强得多。哭什么哭？好歹也是道海仙姑的弟子，怎么这么没出息？楚风看着宋菲菲以及其他一些弟子说道。原来楚风在来到飞花斋之前就已经苏醒了，只是他发现他母亲给他的血脉之力在帮他自动修复伤势。楚风苏醒后开始全力配合血脉之力修复伤势，所以连话都没有说，眼睛也没有睁开，但其实他已经苏醒。所以飞花斋发生的事，楚风也都知道。别看着道海仙姑的弟子之前对楚风嚣张跋扈，可楚风现在却有些同情他们，他们可能被道海仙姑保护得太好了，不知人心险恶，终究还是太过单纯，否则也不会落得这般田地。你们好歹也都是师姐，就不能给师妹做个好榜样？楚风说话的时候又看了一眼王玉贤，如果说宋菲菲哭是因为伤心，那其他人哭可能就是怕死，但王玉贤却表情平静，哪怕大难临头，这个丫头好像也不怕一样，这沉着冷静的模样哪里像是小师妹，明明更像是大师姐。公子，看来你并不大碍了。王玉贤起身问道，那清澈的眼眸也同样有着意外。当看到楚风此时的模样，他就知道他还是低估了楚风。这个男子虽然修为远不如他，但身上的秘密似乎比他还多，不仅能催动那般恐怖的大阵，这身体恢复的速度也是惊人。尤其是在王玉贤来看，当时的楚风已经宛如死人，那种状态下能够这么快恢复成这个样子，这根本不是正常手段能做到的。本来也没什么大事，你们根本不用将我抬到这里，现在好了，把自己害了。楚风说道，惭愧，其实我们不仅是为了帮公子，也是为了自己，所以才来此地求助。不过我倒也觉得没有来错，飞花斋简直与魔教一般，若不是今日来此，我们与师尊还要被他们欺骗。今日总算看到了他们的真面目。王玉贤打量着周围的那些被困妖物说道，尤其是那些被药物折磨的孩童们，楚风在他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极度的愤怒。这种打着名门正派招牌，实则背地里做着恶事的畜生们，可比魔教可恶多了。魔教势力好歹作恶也是光明正大，可不像他们表面君子实则小人。楚风平日里最痛恨的也是这种恶事做尽的名门正派。公子，对不起，之前我们错怪你了，竟误将你当成魔物同伙。宋菲菲等女子哭着说道，他们经历了这么多事，情绪已经近乎崩溃，这种情况下又被楚风所救，再想想之前对楚风的无礼，他们也实在忍不住情绪，此时的哭乃是惭愧的泪水。别哭了别哭了，这不是给你们师尊丢人吗？而且哭也没用，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尽快离开此地。楚风虽然嘴上这样说，可是当他打量周围后，却也是眉头紧皱。这里的封锁结界非比寻常，乃是龙变六重界灵师的手笔，那可是比牛鼻子老道还强的界灵大师。破这种结界对于楚风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除非天师浮尘再度显威，否则便只能另寻他法了。可就在这时，那原本封锁的结界门却一阵蠕动，紧接着那结界竟如水纹一般荡漾开来，很快
一道身影在不破坏结界门的情况下，穿过结界门走入了楚风的视线之中。看到那来者，楚风与在场的其他人都是一愣，那是一名仙气萦绕的中年女子。这名女子长相极美，虽外貌年龄已过中年，但却风韵犹存，哪怕中年，可她的容颜依旧可以迷惑众生。如此美的中年女子，当真少见，尤其是那种气质，世间少有。当然，她的气质与王玉贤则是全然不同。王玉贤的气质是不染凡尘的仙子，而这名女子的气质更像是威风凛凛的女王。如果说王玉贤的气质是让人感叹世间竟有如此清新脱俗之人，那这名中年女子的气质则是让人望而生畏，是高高在上的压迫。其实许多高手也会给人这种感觉，但那却是气场，是修武而得来。但这名女子不是气场，而是气质。气质这东西与生俱来，后天修来的极少。除了不同凡人的气质，这名女子的修为更是高深莫测。楚风第一反应，这位很可能就是王玉贤等人的师尊，那位大名鼎鼎的道海仙姑前辈。您是？可谁曾想，下一刻王玉贤等人的话语却让楚风意识到他猜错了。这名非同凡响的中年女子，王玉贤等人竟也不认识。我乃你们师尊的朋友，今日恰巧路过此地，察觉到了你们的气息，不曾想真是你们。那名女子说道：“前辈，快救救我们！”宋菲菲等人得知这位竟是其师尊朋友，赶忙开口求助：“你们放心，我会带你们离开此地。”那名中年女子虽不是道海仙姑，可却也是本领滔天的人物。在她的帮助下，楚风等人皆是顺利的离开了飞花斋。但是他只救了楚风和道海仙姑的弟子们，在救出王玉贤等人后，那名女子又返回飞花斋，去解救那些无辜的孩子以及无辜的妖兽们。至于楚风，则是准备直接告辞：“公子，请等一下。”可就在楚风将要离开之际，那宋菲菲却是忽然开口，且问道：“公子，若不是你出手相助，我们都要死在那魔物手中。公子大恩大德，我们姐妹没齿难忘，还请公子告知是来自何门何派。他日我们解开体内的毒，必会登门道谢。”那宋菲菲如今对楚风的态度极为客气，并且这不是装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对楚风感激。不必了，本就是举手之劳。楚风摇了摇头，既然公子不肯告知，那我们也不勉强了，但还请公子告知姓名，总不能连救命恩人的名字都不知道吧？宋菲菲再度说道：“怎么，你们想以身相许吗？”楚风笑着问道：“我们。”听闻此话，宋菲菲等人皆是一愣。楚风还注意到这些女子竟然有人脸红，反倒是那王玉贤脸上没有太多波动。开玩笑的，我楚风可没有那个福气娶你们这些仙子。楚风笑了笑，本来就是玩笑，可不知为何，楚风此话一出，那些脸红的女子脸颊竟然更红了，就连宋菲菲的脸颊也是有些泛红。不过王玉贤却依旧没有任何波动，虽然他也在注视着楚风，但他却对楚风的话没有任何反应。当然，其实楚风本就是玩笑话，可不希望他们有什么反应。说实话，他们此时的容貌当真不好看，这样容貌的女子脸红的看着自己，楚风也是觉得怪怪的。他开玩笑也是因为先前经历的事情，对这些女子造成了不小的打击。楚风只是想缓解一下那凝重的气氛罢了，并无他意。楚风公子，这个还请收下，日后若是路过我道海，公子务必前来一叙。宋菲菲说话间，竟将一块道海的邀请令牌递给了楚风。这令牌你们拿出来都没用，我楚风拿着会有用吗？楚风说道。楚风此话一出，宋菲菲等人皆是羞愧难当，纷纷低头不语。是啊，他们身为道海仙姑弟子，身为道海之人，他们刚刚拿出这令牌，飞花斋人都不认，这让他们甚是羞愧。开玩笑的，若有机会，我必会登门，只是希望到时候各位仙子可不要不认我楚风。楚风还是接过了这块邀请令牌，当然，楚风并没有登门拜访之意。楚风之所以收下这令牌，只是希望宋菲菲等人心中能够好过一些罢了。这位小友是要走了吗？就在此时，那名中年女子则是回来了，以她的实力解救那些孩子和妖物，乃是举手之劳，所以楚风等人都觉得她既然回来，那些人自然也就被解救了。前辈，我还有要紧事要做，所以就先要告辞了。今日多谢前辈相救。楚风说道。既然如此，那就后会有期。这名中年女子说道。随后，楚风便离开了此地。而楚风走后，宋菲菲等人则是望着楚风离去的方向，久久不愿收回目光。就连王玉贤也是如此。你们这些丫头，该不会是对那年轻人动心了吧？那中年女子说道。当然不是。宋菲菲等人连忙摇头，可是脸颊却再度泛红，唯有王玉贤依旧没有波动。这位楚风公子虽修为有限，可结界之术却非常了得。他这个年纪能有如此界灵之术，实属罕见，且身上更有少见的至宝，必定出身不凡。我只是好奇，他究竟师出何门，来自何地？王玉贤说道。听闻此话，那中年女子笑了笑，似乎对王玉贤的回答很是满意。前辈，既然您与我师尊是朋友，能否帮我们出了这口恶气，好好教训一下飞花斋的人？对啊，前辈，还请您为我们做主。宋菲菲等人纷纷说道。我不会插手你们与其他势力的恩怨，我可以将你们救出来，也可以将你们送回道海，但不会帮你们报仇，所以这件事还是叫你们的师尊为你们做主吧。那中年女子说道。见状，宋菲菲等人也不再多言，但宋菲菲等人却没注意到，临行之前，这中年女子也向楚风离去的方向看了一眼，这一眼同样是意味深长。楚风与王玉贤等人告别之后，其实走了没有多远，便停了下来。楚风停下来，是因为楚风追踪天地奇物的罗盘有了一些问题。从先前楚风再度将这罗盘拿出来开始，这罗盘就摇摆不定，无法确定那天地奇物的方向。但好歹这罗盘还是有反应的。可是现在这罗盘竟然彻底没了反应，这可让楚风有些慌了。若是罗盘内的阵法彻底失效，那他可就没有办法追踪到那天的奇物了。于是楚风赶忙打开罗盘，看看罗盘内的追踪阵法是否出现异样。结果阵法完好无损，并无丝毫异样。难道说是那天地奇物离我太远，所以追踪不到了？楚风眉头紧皱，内心变得格外惆怅。
这罗盘是当下楚风唯一能找到天地奇物的机会，倘若真的就此失去天地奇物的消息，楚风也将不知如何是好。可忽然间，那罗盘竟有了反应，虽然没有明确具体方位，但却有了大概方位，比之刚刚强了数倍。奇怪，只是对于罗盘这样的变化，楚风却是感到有些奇怪，这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阵法规律。怎么在楚风的距离没有太大的变化下，这追踪罗盘的起伏竟会如此之大？除非是刚刚楚风的追踪罗盘受到了干扰，可是会是谁在干扰呢？难道是飞花斋内有干扰追踪罗盘的力量？不管了，楚风并未思考太多，而是赶忙追踪而去。对楚风而言，眼下一切皆是浮云，唯有捕捉到那天地奇物才是重中之重。楚风一路追踪，黑夜退去，白昼袭来，漫天的星辰已是化作了蓝天白云。可那罗盘始终没有变化，只给予楚风大概的方位，但却始终没有锁定具体的方向。但楚风却没有一丝懈怠，而是继续追踪着。不管怎么说，有一个大概的方向，也总归是好的，至少说明楚风没有被天地奇物甩开。这感觉，可忽然间，楚风瞳孔一缩，眼中涌现出了意外之色。他感觉到了一个人的气息，正是这突如其来的气息，才让楚风如此意外。而这件事还要从红衣圣地说起。当日，在红衣圣地来了一伙身上云雾萦绕的人，他们身份神秘莫测，实力却强大的惊人，以威逼的方式强行将殷庄红带走。因实力悬殊，楚风与赵红等人皆是无能为力。可楚风却不甘心，为了解救殷庄红，楚风当初便故意挑衅其中一个叫做怜惜的人。众人不解楚风的行为，实际上楚风是故意与那怜惜接触，趁机在那怜惜的身上留下了一道印记，为的就是暗中追踪那怜惜，这样就可以趁机将殷庄红解救出来。只是后来因为距离太远，楚风追踪失败，就此没了殷庄红的消息。后来经过打探，楚风也是大概知道那伙人很可能是来自一个叫做云空仙宗的人，而云空仙宗则是一个刚刚在圣光天河内崛起、野心勃勃、实力极强的势力。而现在楚风所感受到的气息，正是当日留下印记的气息。难道说竟如此巧合，他来到了这里，且就在我的附近？此时楚风看了看那始终没有太大变化的追踪罗盘，还是做出了决定。反正这罗盘的反应没有变化，就算拖延一些时间，应该也不会有太大变化。所以楚风决定去一探究竟。根据自己的感觉，楚风距离那印记目标越来越近。果然，在一片丛林之中，楚风发现了3道身影。那3个人皆是身穿白衣，白衣上云雾萦绕，云雾遮盖住了他们的容颜，使得无法看清他们具体的容貌。这个装扮正是当日抓走殷庄红那些人的装扮，可能是身上有至宝的原因。那萦绕在他们身上的云雾，楚风之前无法看破，但如今今非昔比，楚风已经能够透过那云雾看清他们的面容。这是3名男子，容貌皆是不错，而当初楚风留下印记的，较之其他2人竟更加英俊。不过这名男子的脸上却也写着2个字：自负。这是一名极度自负的男子。眼下3人躲在这里，是在开启一个东西，那是一件特殊的宝物。至于有何用途，楚风看不出来，但在开启之间，3人也有交谈。那留有印记男子的声音与当初到红衣圣地抓走殷庄红的男子一模一样。楚风几乎确定，这名男子就是那个叫做怜惜的男子。云空仙宗的人怎么来到了这九魂天河，还鬼鬼祟祟？楚风开口了，他这一开口，使得怜惜3人皆是大惊。毕竟楚风一路追踪而来，乃是隐藏了气息，所以怜惜等人根本注意不到楚风的存在。这忽然间传来的声音，使得他们脸色大变，那个模样乃是极度的惊吓。你是何人？尤其是他们看到楚风之后，眼中的惊吓更浓。一个人无声无息出现在他们身后，这让他们意识到这个人的实力非同凡响。原来你们真是云空仙宗的人。楚风笑眯眯地说道。其实他刚才故意这样说，只是想确定对方的身份。毕竟楚风之前也只是从龙道之那里听说云空仙宗的服饰打扮与抓走殷庄红的人很像，但楚风也不能确定，所以才故意这样说上一句。而从怜惜3人的反应，楚风几乎确定他们就是那个如今在圣光天河内正在快速崛起的势力云空仙宗的人。你是何人？为何认得我们？怜惜凝声问道。他的态度有些谨慎，比之当日在红衣圣地前的高高在上，简直判若两人。当然他之所以如此谨慎，是因为他不认识楚风。当日在红衣圣地前，楚风所用的身份和容貌乃是伪装后的修罗，而如今则是自己真正的容貌。怜惜当然不认得楚风，他还以为楚风是九魂天河的高人，所以才会如此谨慎。怜惜，原来你也会怕呀？楚风再度笑了笑，你到底是谁？当得知楚风竟然知道自己的名字，怜惜眼中的惊吓更浓。莫说是怜惜，就连其身旁的2名男弟子也同样如此。看着如此反应的怜惜，楚风嘴角的笑容变得有些轻蔑。想一想当日在红衣圣地，这怜惜是何其嚣张，何其的目中无人，他简直把自己视作神灵一般，是以俯视的姿态看待着红衣圣地以及楚风等人。可现在他却是这样的谨慎，尤其那一脸的惊吓，与当日相比简直不是一个人。这再度验证了一件事，有的人高高在上，目中无人，只是面对弱者才会如此，若是面对比他强的人，他同样卑微懦弱，会面露恐惧。而楚风对于这种人其实是有些看不起的。在红衣圣地的时候，你可不是这副脸孔。楚风以嘲讽的口吻道。红衣圣地？你怎么会知道红衣圣地？你是红衣圣地的什么人？怜惜很是震惊，他显然还记得红衣圣地，不过他却绝对没有想到在这里出现的人会与红衣圣地有关，所以才会如此震惊。怎么这么快就不记得我了？差点忘记，当日我用的是另外一个身份。楚风说话间，手指一弹，一股结界之力涌现，紧接着一道身影便出现在楚风身前，那正是修罗的模样。这形象一闪即逝，但却已足够怜惜3人看得清楚，是你，你是那个叫做修罗的戒灵师。看到修罗的模样，那怜惜的表情变得复杂，他自然认得修罗。当日楚风以修罗身份挑衅怜惜，这让怜惜极为不爽。若
若不是云空仙宗高手阻拦，他当日必会狠狠地教训楚风，搞不好楚风会性命不保。所以修罗这个身份对他的印象乃是极深。只是当他发现眼前这个人竟是那个修罗之后，意外的同时，心中却也有了诸多不解。他不理解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恰巧遇到修罗，而这个修罗又是如何有胆量来找他的。可不管如何，当他得知楚风是谁之后，他脸上的恐惧虽然仍在，但却收敛了许多。他已经不再那样惧怕楚风，可他并没有对楚风出手，而是询问起来，想必仍是有所顾忌。看来你记性还可以。见怜惜记得自己，楚风笑了笑，你怎么会在这里？怜惜凝声问道，当日在你身上留下了印记，所以只要在一定范围内相遇，便可感知到你。说来也巧，圣光天河没能遇到，不曾想竟在这九魂天河遇到你了。楚风说道，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记，难道说是那个时候？怜惜起初不信，但很快他也想到了一种可能，而他所想到的可能便是楚风当日故意挑衅于他。他与楚风短暂接触的时候，如你所想。楚风笑眯眯地回道，你这家伙原来当初是故意挑战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得知缘由，怜惜表现得极为愤怒，若不是楚风说出来，可能他一辈子都不会知道，当日竟然被楚风摆了一道。当日楚风挑战他，他很是不爽，后来教训了楚风后，倒算是撒了一口气。可现在得知楚风竟然是设计好的，并且当时还趁机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他就越发恼怒，越想越气。尽管很是愤怒，但他却并没有对楚风动手，反而是一双眼眸谨慎地打量着四周。楚风的实力他是知道的，当日的楚风虽然戒灵之术出众，但实力却在他之下，所以他根本就不惧怕楚风，甚至完全不将楚风放在眼里。他迟迟没有对楚风动手，乃是害怕楚风身后有高手撑腰。不用看了，只有我一个人。楚风看穿了怜惜的心思，不由说道，你一个人？得知楚风一个人，怜惜则是有些不信，于是说道，你敢用你父母的名义发誓，你是一个人找到我的吗？听闻此话，楚风有些意外，没想到这怜惜竟如此幼稚，但楚风却也明白他心中所想，他用如此幼稚的方式试探楚风，只是想解除自己心中顾虑，所幸楚风就成全了他。于是楚风举手说道，我以我之父母名义发誓，今日我是只身一人，全是真的。怜惜感到惊讶，他竟因为楚风的发誓而觉得楚风说的是真的，但同时他脸上的忌惮与紧张也在此时彻底消失。我不得不承认，你有些手段，虽然你当日做了让我很不开心的事，可看在你也算是个人才的份上，我今日饶你一命。这样吧，你主动将我身上的印记解除，我就放你离开。怜惜突然变了一副嘴脸，他再度化作当日高高在上的他，只不过唯一不同的是，他此时的态度比之当初倒是收敛了一些。怜惜，你身上的印记我可以抹除，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楚风说道，条件？你根本不配与我谈条件。那怜惜说话间，身形一纵，径直奔楚风而来，有力的手掌如爪子一般向楚风的脖颈抓了过来。这怜惜不仅直接对楚风出手，那五品至尊的威压更是毫无保留的爆发而出。只是他的手掌即将抓到楚风的时候，却是发出了一声惨叫，随后整个人暴退而去。落地之时，另一只手捂着自己先前抓向楚风的手掌，痛苦不已。其身后的二人本来不解，可仔细一看，他们也是十分吃惊。那怜惜的手掌竟然无指尽断，但这却并不只是皮外伤，否则怜惜不会如此痛苦。可这一切太过突然，让他们三人很是不解。就在三人不解之际，一阵狂风席卷开来，森林内的参天大树都是随风而动，仿佛下一刻就会被连根拔起。而怜惜三人更是感受到了压迫性的力量，仔细一看，乃是结界之力，磅礴的结界之力围绕着楚风，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席卷着这方天地。看着那强大的结界之力，怜惜面色惨白。楚风释放的虽是结界之力，但他却能够感受得到楚风结界之力的力量已是在他之上，那是堪比6品至尊的力量。怜惜，你可真是敬酒不吃。而就在怜惜震惊之际，楚风的声音则是再度响起。下一刻，那磅礴的结界之力从天而降，怜惜便扑通一声趴在了地上，大地塌陷，树木碎裂，强大的力量直奔怜惜而去，硬生生的将他压到了地底深处，动弹不得。虽说这力量只是针对怜惜而去，云空仙宗的另外2位弟子并未受到攻击，可是他们却是吓得瑟瑟发抖，连话都不敢再说半句。他们已经确定这是一个他们无法战胜的存在。楚风并未继续打压怜惜，而是意念一动，便运用结界之力将他从地底深处给拽了出来。紧接着，楚风再度释放出结界之力，单手挥舞，便又有阵法涌现。那阵法凝聚出一把把精致的匕首，如同这样的匕首足足有着数万把，数万把匕首宛如千军万马，将怜惜三人团团围住，每一把都可夺其性命。那种压迫感让怜惜三人的脸色变得惨白如纸，极度难看。他们都已经预感到接下来发生的事可能极其危险，搞不好他们今日会凶多吉少。楚风，我们乃云空仙宗的真传弟子，你若敢伤害我们，我云空仙宗并不会放过你。怜惜恶狠狠地说道，虽然他是在威胁楚风，可是他的声音却也有些颤抖，这已是彰显出了他的恐惧。是吗？原来你会报复我，那事情就比较简单了，我直接杀了你们不就结了？楚风笑眯眯地说道，别，这位大人千万别啊，你不就是想知道阴师妹的事吗？我们告诉你便是了。云空仙宗的那2名弟子被吓得不轻，赶忙开口求饶，你们在说什么？我们堂堂云空仙宗真传弟子要向这种蝼蚁低头？然而那怜惜竟然摆出了一副很有骨气的模样，看来你真是敬酒不吃了。楚风话语落下，那漫天的阵法匕首便光芒闪烁，那蠢蠢欲动的模样，他们下一刻就会变成血肉模糊的马蜂窝。别，大人，我们说。看到此等阵势，那2名云空仙宗的弟子再度求饶，同时更是看向怜惜。怜惜师兄只是说出阴师妹的事情而已，何必如此呢？因为此事而性命不保，那也太不值了。
就算是殷师妹知道，也不会同意的。他们两个似乎很在乎怜惜的想法，但又不想这样白白死去，所以劝怜惜的时候，真的是急得都快要哭了出来。至于怜惜，尽管他仍在装蒜，可还是露出了恐惧之容，在绝对实力的面前，他也是害怕了。更何况他与楚风还有过节，于是说道：“算了算了，你们想说你们就说，嘴巴长在你们身上，我又管不住你们的嘴。”眼见着怜惜说出此话，那两名男子则是大喜，于是赶忙看向楚风：“大人，您是殷师妹的朋友吧？殷师妹在我们云空仙宗那日子过得可是好得很啊。”随后那两名弟子则是为楚风讲述起关于殷庄红的事情。搞了半天，殷庄红本就是云空仙宗的人，乃是云空仙宗掌教钦点的真传弟子，只是殷庄红还是孩子之时发生了变故，使得殷庄红走失。这么多年来，云空仙宗一直在寻找殷庄红的下落，不曾想却在红衣圣地找到，这才发生了当日一幕。你们所说当真？楚风凝声问道。这位大人，我们所说句句属实，您若不是不信，可以到我云空仙宗打探一番，这件事人尽皆知。那两名弟子说道。其实关于此事，楚风之前也早有猜测，虽说当日这些云空仙宗的人完全不将红衣圣地以及楚风等人放在眼中，可对于殷庄红的态度却是非常的好，那种客气已是说明殷庄红对于他们而言乃是极为重要的，所以楚风一开始也就猜测他们对殷庄红应该并无恶意。但楚风仍有一些不解，殷庄红对你云空仙宗如此重要，为何当日不能好话好说，非要弄成那个样子？于是楚风再度问道：“我云空仙宗在圣光天河内乃是有着一定名声的，结果你们根本就不认识我云空仙宗，况且殷师妹当年的失踪本就诡异，我们云空仙宗对此很是在意，谁知道当年殷师妹的失踪与你们是否有关系？而当日我们已经明确说明，殷师妹她不属于你们那里，你们仍要强留，难道还不许我们不满？但我们也知道你们对殷师妹照顾有加，所以哪怕已是不满，可我们也没有大开杀戒，这难道还不够吗？在这修武界，有多少势力能像我云空仙宗一样心胸豁达？”那怜惜说道。他居然说云空仙宗当日举动乃是心胸豁达之举，真是让人无语。毕竟当日的他们除了对殷庄红客气外，可是极为强势，可偏偏楚风却也觉得他所说的并非毫无道理。修武世界强者为尊，面对弱者之时，的确很多势力不会去讲道理，而云空仙宗当日之举尽管也是极为霸道，可仔细想想，倒也如这怜惜所说一般，他们的确没有大开杀戒。尤其是那位没有露面的老者，虽然实力强大，乃是当日云空仙宗真正的底牌，可他却一直在劝阻怜惜等人不要胡来。当日若不是那位老人劝阻，怜惜对楚风的攻势可绝对不只是简单的教训那么简单。殷庄红对你们而言如此重要，为何不给他自由？楚风再度问道。殷师妹一直是自由的，只是她回到宗门就闭关修炼了，待得日后出关必然会回到红衣圣地报喜，那个时候你也就知道我们说的是否是真。怜惜说道。这个家伙态度依旧很是强硬，明明是在向楚风示弱，却是态度如此强行，让楚风有些想笑。这个家伙明显在意当日之事，不愿向楚风低头，可是碍于实力却又不得不低头，考虑到自己的尊严和性命，这才搞得如此矛盾。虽然这怜惜性格狂妄，目中无人，且有着恃强凌弱的烈性，当日更是伤了楚风，但可能是因为他们对殷庄红并无恶意的原因，楚风今日倒也不想为难他，于是楚风将目光投向了怜惜三人所开启的神秘至宝的身上。你们这是在做什么？这宝物内有着什么？楚风有些好奇地问道。这件事恕不能相告。怜惜的眼中涌现出了警惕。真的不说？楚风眯着眼睛问道。那你就杀了我们吧，出卖宗门的事我怜惜不会做。可谁曾想怜惜竟变得格外强硬起来，并且那个样子可不像是装的，这个家伙好像真的会宁死不屈，这倒是让楚风有些刮目相看。这怜惜虽恃强凌弱，且也是一个不将弱者性命放在眼里的人，可他对云空仙宗这份忠心倒是让楚风有些意外。大人，您既然是殷师妹的朋友，其实与我们也并非敌人，就算之前有过节，也早晚是会解开的，您就莫要为难我们了。大人，若是我总师兄当日有何得罪之处，我们替他们向你认错，我们给您跪下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们吧。另外二人虽然胆怯，但也没有像之前一样直接求饶，反而是以一种相劝的方式，希望能够和解。且说话间，他们竟真的准备向楚风跪下罢了。然而只见楚风大袖一挥，劲风自卷起，那两名男子刚刚要跪下的双膝便又被楚风搀扶了起来。我只是好奇，仅此而已，不过你们行事实在太过猖狂，我劝你们日后收敛一点。怜惜，尤其是你，得饶人处且饶人，恃强凌弱的事还是少做。楚风说完此话，便大袖一挥，离开了此地。楚风选择相信他们，选择相信殷庄红在云空仙宗安然无恙。当然，楚风日后也必然会亲自前往云空仙宗去一探究竟。假如这些家伙所说有假，莫说他们三个会遭到楚风的报复，云空仙宗的其他人也别想好过。连师兄，他真的走了吗？楚风走后，那二人依旧神情紧张，低声问道。我哪知道？怜惜的语气很是不好，明显被楚风那样打压，使得其心情很是糟糕。连师兄，正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个家伙虽然戒灵之术出众，可终究只是一个小辈，哪里是我们云空仙宗的对手？你若心中有气，我们日后可以去向那红衣圣地讨回来。那两名弟子说道。只不过他们这番话却不是明面所说，而是暗中传音。他们害怕啊，害怕楚风没有离开。若是楚风没有离开，而听到他们说的这番话，那他们觉得他们就算死在这里也大有可能。你们在说什么混账话？你们不是也知道那红衣圣地待殷师妹的确不薄，我们若是再找红衣圣地麻烦，那岂不是要与殷师妹过意不去？况且我怜惜虽也不是什么好人，但却也知道冤有头债有主的道理。今日是这叫修罗的家伙找我们麻烦，我就算要报仇，也必然是找他，何必去难为红衣圣地那些女子？当然红衣圣地那个叫赵红的，他当日
让我脸上无光。我日后修为提升，还是要与他挑战，就算不伤他，我也要让他败于我手中。今日这修罗让我所受屈辱，我也同样会找回来。怜惜以很是自负的语气说道。但值得一提的是，他这话虽说得很是硬气，可是这番话却也是暗中传音，并没有明目张胆地说出来。他呀，其实也很怕楚风隐于暗处。见此情形，那两位男子也是不再多劝，反而偷偷的相视一笑。其实他们也没有想真的难为红衣圣地，只是因为知道怜惜这个人极为自负，经过先前之事，必然心情极差。他们是想让怜惜心情好一些，所以才说了这番话的。师兄，我们还要继续吗？随后，那两名男子将目光投向了那件至宝。此时，怜惜有些犹豫，但很快他做出了决定，就赌一次，这阴师妹的这个朋友是否要与我云空仙宗为敌。怜惜此话说出，那二人也是明白了他的意思，他们还要继续先前所做之事，就赌楚风不会难为他们。至于楚风，的确没有难为他们的意思。若是想要难为楚风，完全可以用残忍的手段逼迫他们说出关于那件宝物的事情。眼下的楚风已经离开了那里，准备继续追踪天地奇物。只是楚风走了没有多远，却又停了下来。是乾坤袋内的天师浮尘有了强烈反应。经过之前的事，楚风对天师浮尘极为重视，知道了这件宝物的名不虚传，它的确具有超乎寻常的力量。而眼下天师浮尘的异动，竟比先前面对天地奇物的时候还大，这让楚风赶忙停下，将天师浮尘拿了下来。楚风将天师浮尘握于手中，便催动开来。只有催动之后，才明白天师浮尘的意思。只是之前催动，天师浮尘会释放出血色气焰，通过血色气焰给予楚风指引，可这一次却是有了区别。当楚风催动血色浮尘那一刻，一道信息便通过血色浮尘传递到了楚风的脑海之中，此地将有重宝将现，方向乃是南方。这道信息进入楚风脑海之后，骚动不安的天师浮尘便平静了下来。若不是提示是在南方，楚风必然觉得那重宝与怜惜三人所开启的神秘至宝有关，可怜惜三人所在的位置却是在楚风的东方，这说明天师浮尘所指引的与怜惜三人所开启的不是一件宝物。正常来说，楚风不会为了所谓至宝去单个追寻那天地奇物，毕竟天地奇物可是关乎着牛鼻子老道的性命。可天师浮尘会给予他如此提示，这让楚风意识到这件重宝可能很不简单。楚风看了看手上那依旧没有太大变化的罗盘，知道就算现在继续追寻，也不会立刻追上天地奇物，所以楚风决定去一探究竟。当然，只去片刻，并没有打算花费太多时间。在此期间，他会一直关注罗盘变化，只要罗盘少有变化，便会立即去追天地奇物。就算发现天大的宝物，楚风也不会耽搁。突然间，刺眼的光华自远处传来，那光芒宛如一轮明日，在远方大地涌现，极为耀眼。而那光芒正是来自怜惜三人所在的方位，说明他们三人开启的至宝已经成功了。看来是成功了，我赶走就继续开启。胆子够大的，就不怕我惦记他们的宝物。楚风本该向南方行去，只是因为好奇心太盛，再加上距离较近，所以楚风还是向怜惜三人所在的位置行去。楚风是想要看看怜惜他们三人开启的究竟是一件什么宝物。楚风凭借天眼，还未真正靠近，就已经看到了一切。果然是怜惜三人开启的至宝成功了，真正的至宝已经浮现而出。只是这件宝物有些特殊，那乃是一道残缺的物品，虽然光芒璀璨，极为耀眼，可却也看不出这物品究竟有何用处。眼下还有特殊的力量自地底深处流出，与那物品相融一体，感受到那特殊的力量。楚风知道为何怜惜三人会在此地开启这件宝物了，应该是只有这里才能开启这件宝物。只是这件宝物究竟有何用途，仍不明朗。楚风猜测，这应该是一件残缺的地图，就算是至宝，也是不完整的，唯有完整之后，才能显现出它真正的作用。这股气息，楚风本想离开，可忽然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气息自南方而来。果不其然，很快便有5道身影涌现。而看到那5人之后，楚风也是感到有些意外，真可谓是冤家路窄。那5人竟是飞花斋的人。飞花斋这5人应该是被怜惜三人所开启的宝物所吸引而来，眼下成包围之势，自虚空之上将怜惜三人包围。眼见有人来到，怜惜伸手去拿那至宝，想将至宝收起来，只是他还未碰到那至宝，那至宝便拔空而起，落入了飞花斋其中为首的一名男子手中。那名男子长相英俊，一表人才，正是人们口中的正人君子模样。可偏偏此时的他一脸邪气，手握那至宝，不停地打量着。而怜惜好说歹说，也是五品至尊，这个修为已是不弱，他能轻易地从怜惜面前将那至宝夺走，说明这名飞花斋男子的实力还要在怜惜之上，并且看样子还只是一个小辈。这个飞花斋的弟子很不简单，还给我！怜惜大声喝道：“还给你！我捡到的宝物为何要还给你？”飞花斋那名男子冷笑着说道：“混账！”怜惜说话间便亮出冰刃，御空而起，想要强行将那宝物抢夺回来。只是他刚刚动身，便被强大的威压压迫的趴在了地上。那是6品至尊的威压，正是飞花斋那名男子出的手。楚风先前也用了同样的手段，可楚风只是让其坠入地底深处，看着狼狈，并未受伤。可这飞花斋男子的出手可就没那么简单了。怜惜三人不仅衣衫尽毁，露出原貌，更是皮开肉绽。只是一击，他就让怜惜三人身负重伤，区区蝼蚁居然还敢装神弄鬼，在我等面前也不展露真身。飞花斋那名男子看着已经原形毕露的怜惜三人，嘴角露出轻蔑的弧度：“你们敢抢我云空仙宗的东西，我们与你没完！”怜惜愤怒地咆哮道：“云空仙宗是什么狗屁地方？老子听都没听过！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何物，有何用途？若是不说，要你们狗命！”飞花斋那名男子这话可不是玩笑，因为那冰冷的杀意也是随着威压自他身体一同释放而出。就算杀了我，我也不会告诉你。怜惜大声说道：“你以为我不敢杀你？老子就拿你开刀！”
飞花斋那名男子微微一笑，紧接着在其眼中便涌现出一抹寒意，紧接着那威压产生变化，其中一道威压携带抹杀性的力量向怜惜袭击而去，他竟当真要杀怜惜。杀意降临，怜惜三人皆是感受得清清楚楚，怜惜更是闭上眼睛，做好了受死的准备。只是在他的脸上却满是不甘，他不甘心就这样死去，以这种方式死在这群陌生人的手中。只是奈何面对悬殊的实力，他就算不甘，却也是别无选择。可突然间，一声巨响传来，紧接着飓风更是自地表之上向虚空反冲而去。不仅那几名飞花斋男子被冲击开来，那名飞花斋男子所释放的威压也被吹散。定目一看，无论是飞花斋的几人，还是怜惜三人，都是一愣，尤其是怜惜三人，眼中更是充满惊容。只见一道身影立于怜惜三人身前，是这个人救了怜惜，而这个人正是刚刚离去的楚风。看着挡在身前的楚风，一时之间五味杂陈的情绪涌入心头，让怜惜的心情极为复杂。又来了一个不知死活的飞花斋男子，看到楚风并无惧色，反而手腕一转，一道半程尊兵出现在其手中。半程尊兵显现，其战力顿时大增，不愧是邪门歪道的飞花斋，这抢人宝物的事情做得竟是如此熟练。楚风笑眯眯地说道。而当楚风说出他们身份之时，飞花斋的五人也是有些意外，毕竟就在先前，云空仙宗这三人还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可转眼间这刚刚出现的就认得他们，多少都会有些意外。别以为你知道我们是何人，我们就会放过你。飞花斋那名男子说话间便再度杀机四溢，这一次他是打算连楚风一起杀死。可是下一刻，飞花斋那名男子却是忽然愣住了。不仅他愣住了，就连飞花斋的其他男子以及地表之上的怜惜三人也都愣住了。只见楚风竟诡异地出现在了那名飞花斋男子的身后，并且楚风的手中握着一把结界长剑，而那结界长剑已是洞穿了飞花斋那名男子的丹田。见此情形，飞花斋另外4名男子转身就逃，而之前杀机四溢的男子更是吓得屁滚尿流，嘴脸大变。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先前还准备抹杀楚风的他，眼下却反过来向楚风求饶。饶命！你们飞花斋表面名门正派，实则恶事做尽，连拿孩子炼药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你们就不配活在这个世上。楚风说道。大人，这不关我的事，那都是掌教大人的意思，和我们无关的。那名男子辩解道。可是他这一辩解，便也是透露出了他是知道此事的。于是只见楚风手臂猛然一抬，顿时鲜血四溢，那飞花斋男子被楚风直接斩杀。将其斩杀之后，楚风收起本源，收起宝物，当然那本属于云空仙宗的宝物则是落在楚风手中。宝物在手，楚风忍不住打量了一下，此物似是令牌，但又不是令牌，全身青铜，有远古气息，虽看不出具体作用，但却也能感觉到此物若是完整，应该很不简单。楚风将那件宝物还给了怜惜，且说道：尽快离开此地吧，这些人不会善罢甘休的。此话落下，楚风就准备离开。其实楚风刚刚完全可以大开杀戒，将飞花斋5人尽数抹杀。在楚风看来，能够做得出用孩子炼药之事的邪恶势力，他们全部该死。楚风之所以没有开杀戒，是因为他们自南方而来，那正是天师浮尘提醒楚风有至宝将现的地方。楚风觉得那将现的至宝搞不好就与飞花斋的人有关，所以刚好让他们为自己引路。等一下，可就在楚风将离开之际，怜惜却是忽然开口：你为何要帮我们？怜惜当真不解，在他看来，当日他对楚风很不客气，楚风今日能放他一马，他也很是意外，当真是万万没有想到楚风会出手帮他们解围，可能来自同一道天河，不忍看你们受其他天河的人欺负，谁知道呢？楚风淡淡一笑，身体便消失不见。他是运用九龙圣袍隐藏身躯，暗中跟踪飞花斋剩余4人去一探究竟了。但怜惜3人却愣在原地，尤其是怜惜，在他的脸上涌现出了从未有过的神色。同一道天河吗？怜惜喃喃自语。忽然间意识到了什么，他之前只觉得只有云空仙宗的人才是伙伴，才有共同的荣辱之感，可是刚刚楚风的一句话却让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体验。原来同一道天河的人在外面的时候也是伙伴。飞花斋那4名弟子已被吓得失魂落魄，一路直奔南方而去，这样急切的模样更是预示着在南方有他们的靠山。果然他们逃了并没有多远，就来到了一片山脉深处。这片山脉看上去没有任何异常，可谁曾想这4名弟子来到山脉深处后，却是拿出一把结界钥匙。结界钥匙开启之下，一道奇异的结界门便凭空浮现。楚风隐藏自己，暗中跟随，这4人毫无察觉。于是当他们开启这结界门的时候，楚风也是跟着这4个人一同走了进去。穿过那结界门，楚风才发现原来这里暗藏玄机，浮现在眼前的仍是一片辽阔的山脉。这让楚风意识到外面的山脉不过是障眼法而已，这里面的山脉才是真正的山脉，并且也是暗藏乾坤。在这山脉之中，楚风的天眼终于发挥作用，他可以看出这片山脉内应该孕育着不得了的东西，可能是天地奇物，也可能是暗藏至宝。楚风猜对了，天师浮尘所提示的即将现身的至宝，果然就与飞花斋这些人有关，而这里就是那至宝将现的地方。只不过因为这里已经被布下了强大而复杂的阵法，那阵法遍布辽阔的山脉，阵法力量极强，影响了楚风的观察力。楚风一时之间也是看不穿那将现的至宝究竟孕育在何处，但楚风倒也不急，飞花斋的弟子就在这里，楚风跟着他们找到那所谓至宝，自然也就不难。其实若是这至宝是其他人势力的，因为眼前的局面来看，这将现的至宝显然已是有主之物，而楚风是一个不会抢夺有主之物的人，但飞花斋则是一个例外。这个势力表面名门正派，实则就是一个恶事做尽的邪恶势力。对于这种势力，楚风若是有能力的话，恨不得将他们一网打尽。而且
抢夺他们的宝物，那自然也就是心安理得了。那4名弟子落荒而逃，进入山脉之后，却是目标明确，他们一路前行，最终在一片山谷中与另外一伙飞花斋弟子会合。这些飞花斋弟子足有几百个之多，只是他们面相皆是有些疲惫，聚集此处，似是在休息。师兄，怎么这么快回来了？不是说去给我们狠找美女姐们吗？难道说是被长老发现，将你们赶回来了？还有陆师兄呢？见这4位回来后，那些弟子纷纷问道：“死了，陆师兄死了。”那4名弟子说道：“陆师兄死了。”听闻此话，此处几百名弟子瞬间炸开了锅。起初他们还以为是在开玩笑，有些难以接受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可是看到那4名弟子的模样，根本不像开玩笑，他们也是不得不信，于是纷纷询问起事情的经过。至于那4名弟子，也是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众人。他们4个加上之前那位被楚风所杀的6品至尊，并非是发现了联系他们引起的异动，才特意从这山脉出去的。他们出去乃是想找几个美女带回来，供这些弟子寻欢作乐。只是刚刚出去没多久，恰巧碰到了联席3人引起的动静，所以才发生了之前的一幕。本以为是走了狗屎运，捡到了天大的便宜，不曾想却遇到了楚风这个煞星。当得知经过后，此处的其余弟子也都是十分惊讶。他们最惊讶的是，竟然有人在得知他们身份的情况下，还是开了杀戒，这让他们意识到，那个杀了他们师兄的人，必然不是寻常之辈。眼下这些弟子议论纷纷，都在商量着该怎么办。而听闻他们的对话，楚风也是得知，在这片山脉内汇集的飞花斋高手其实有着不少，除了他们这些弟子外，还有长老们。只是如今长老们在做着其他事情，他们也是不敢去打扰。哪怕那名6品至尊境的弟子在飞花斋有着非同一般的身份，他们也不敢去打扰长老们。而现在他们之中实力最强的，只是一位5品至尊境的弟子，自然也是不敢去找楚风报仇。所以他们决定先在此等候，反正已经得知了对方的身份，日后再报仇也是不迟。可忽然间，一股威压束缚在了这片天地，这让这些飞花斋弟子顿时大惊。怎么回事？是阵法出现问题了吗？他们能够感受到这股威压不是寻常的武者威压，而是结界之力。你们所说的阵法是何阵法？而就在他们不解之际，一道身影则是忽然出现。这道身影不是别人，正是楚风。是你竟追到了这里？看到楚风，飞花斋的其他弟子虽也感到慌乱，可是那4名刚刚逃回来的弟子可就是满面的恐惧了。毕竟他们可是亲眼看到那位6品至尊境的弟子死在了眼前这个人的手中。难道说他就是杀死了陆师兄的那个人？而看到那4名弟子恐惧的模样，其他人也是反应了过来。一时之间，这些飞花斋所有弟子的脸上都是涌现出了恐惧之容。他们本来还商量着要如何对付楚风，却不曾想楚风追到了这里，这让他们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毕竟这可是一个刚刚斩杀了他们陆师兄的人啊，这让他们觉得他们也是凶多吉少。别怕，只要你们乖乖按我说的做，我不会杀了你们，甚至我可以不伤你们分毫。当然，你们若是不按我说的做。楚风此话说完，双眼微微眯起，那不善的目光便涌现而出。下一刻，磅礴的杀意充斥了这片被楚风封锁的空间之中，那种感觉可将这些飞花斋的弟子吓坏了。他们知道，只要眼前这个人意念一动，他们所有人都要小命不保。大人，您想让我们做什么？飞花斋的弟子赶忙问道。你们在这里究竟在做什么？如实招来，若是半句假话，那我绝对会让你们生不如死。楚风一脸坏笑的说道。此等情形，飞花斋弟子哪敢隐瞒，可谓是有问必答。楚风也是很快了解了此处的情况，原来眼前的山脉才是这片山脉真正的样子，至于结界门外的山脉，不过是阵法所化。之所以连楚风都看不破，乃是因为这阵法乃是飞花斋掌教亲自布置，并且此处常年有飞花斋的界灵师高手催动阵法，使得这里的阵法极为强横。而飞花斋之所以会费尽力气将这座山脉隐藏起来，乃是因为飞花斋的掌教在这里发现了不得了的天地奇物。天地奇物，这可以用来修炼，乃是飞花斋掌教为飞花斋最强弟子赵玄和所准备的大礼。近些时日，这天地奇物即将炼化而成，将成为可以用来修炼之物。他们飞花斋的诸多长老与弟子来到此处，也是为了助力此天地奇物炼化成而来。在此处的弟子之所以如此疲惫，正是因为他们之前已经通过自身的力量助力了此处阵法所致。但楚风知道，结界阵法修武者虽也可助力，但效果其实微乎其微。不过这也侧面表明，飞花斋掌教对于此事极为重视，哪怕大动干戈的效果并不大，但他也愿意试。虽说如今飞花斋掌教与那赵玄和并不在此地，但飞花斋却仍有高手镇守于此，只是那些高手都在为尽快让这天地奇物炼化而成而全力催动阵法。但不可否认的是，此地仍是极其危险。虽然眼前这些弟子不足为惧，可若真是惊动了飞花斋那些长老级的高手，以楚风现在的实力，那多半是在劫难逃。可楚风仍是决定冒险一试，因为楚风已经从飞花斋这些弟子口中得知，虽然飞花斋那些高手都在为了尽快将那天地奇物炼化而成，而守在诸多各个阵眼中专心催动大阵，可此处阵法极为磅礴，阵眼就分成多个，助力阵法的阵法和孕育炼化天地奇物的主阵法并不在一个地方。眼下真正掌控主阵法的人，乃是飞花斋的一位克钦长老。这位克钦长老有些特殊，他的界灵之术乃是龙变三重，修为乃是5品至尊。这种实力虽然不弱，但若放在飞花斋这种势力，显然不足以担此重任。而他之所以能够担此重任，据说是他有着特殊的本领。至于这是怎样的本领，这些弟子也不清楚，唯有飞花斋掌教和飞花斋的太上长老知道。但总之，这个人如今是这浩瀚大阵的主控者，并且如今只有他一个人镇守在炼化天地奇物的阵法中心。他这样的实力，楚风觉得自己有一战之力，只要击败他，就可以抢夺走那天地奇物。要如何进入主阵法？楚风凝声问道。听到楚风这句话，这些人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他们都意识到了楚风的意图，所以
没人愿意为楚风引路。若真的引路了，被飞花斋掌教知道，那他们都别想好过。毕竟这种贪生怕死的举动，也可以说是叛宗的大罪，搞不好可是要杀头的。不说，见这些人不愿为自己引路，楚风突然目光转冷。此一刻，不仅这方天地变得寒冷异常，那磅礴的杀意再度涌现。不说，都要死！楚风此话一出，这方天地宛如化作地狱，仿佛他们下一刻就都要死去。大人，我说，我为你引路，请您饶我一命。大人，我也说，我也愿意说。放我一马吧！飞花斋在场的所有弟子都开始求饶，这些人一个真正有骨气的都没有，全部都是贪生怕死之辈。那你们就一起为我引路。楚风说道。随后，这些弟子便全部被楚风带走，楚风一个也没有留下，也没有做多余的手段。若是留下一个，很可能就会去通风报信，将楚风置于危难之地。若是布置特殊的手段，在这种高手如云的地方，反而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楚风现在将他们全部带走，就算有人发现这些人全部不见了，可能也会觉得他们是离开了此地，或者是去做什么了。应该不会有人想到有人潜入了这里，并且挟持了这些弟子。但是假如楚风特意布置阵法，虚张声势，隐藏真相，试图迷惑旁人，让人们以为这些弟子没有离开，全部还在这里的话，很可能会被人发现。而那种掩盖真相的阵法，只要被人发现，便会引起人们的警觉。所以楚风也是思考之后，才决定不留下隐藏真相的阵法，而是选择直接将这些人全部带走。楚风用结界之力挟持着飞花斋的众位弟子，只要他们稍有不利于自己的举动，楚风便会要其性命。因此飞花斋的弟子们也都规规矩矩，包括那位拥有五品至尊境修为的弟子，也是不敢造次。而一路走来，楚风发现，哪怕这里已完全在飞花斋的掌控之下，可那通往的主阵法的路线却也非常复杂。若没有这些人引路，只是凭借楚风自己的观察，短时间之内还真就别想找到那主阵法。山脉重重，楚风不敢直接越空而起，而是在群山之中穿梭。眼下经过之地，乃是两边尽是笔直峭壁的峡谷。起初没有任何不对的感觉，可是来到这峡谷中央的时候，楚风却是心中一紧。他猛然间发现，他的结界之术竟然被封锁了。师兄，感觉到了吗？而几乎与此同时，那些飞花斋的弟子也是面面相觑。他们此话一出，楚风更是暗叫不好。楚风一路走来，始终用自己的结界之力威胁着这些人。可当楚风的结界之力被封锁的时候，那威胁众人的结界之力也便随之不见。显然，这些人也察觉到了异样，竟然有效。而就在这时，那名五品至尊的弟子则是面容变化，他不仅忽然开口，更是一改先前恐惧的模样，嘴角露出了一抹得意的弧度。耍什么花样？不要命了不成？楚风凝声问道。事到如今，楚风知道自己多半中计了。这些家伙故意将他引到了这里，但楚风不能就此认怂。若是直接认怂，对方必然会以为自己得逞，反而强势一点，对方可能还会觉得楚风有底牌，而不敢贸然出手。没玩什么花样，只是赌一次，就赌你只是擅长戒灵之术，而武力修为则是有限。那名五品至尊的男子的同时，自其身上开始释放出了金色的气焰，气焰将其围绕，使得其气息产生变化。他的修为竟然得到了提升，从五品至尊境提升到了6品至尊的地步，那是天赐神力。这名男子天赋异禀，竟可通过天赐神力在至尊境提升1品修为，这可是之前那位被楚风抹杀的信路的弟子都无法做到的事。